张明，阿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一个人吃不下饭，想让你陪我一起吃。说是让我陪你吃，其实是你来陪我吃吧？果然，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。我还有很多道理没有学会，但我知道，人不好好吃饭的话，身体是会垮的。如果你身体垮了，那些需要你的人该怎么办呢？所以，得先好好填饱肚子，才有力气想打仗的事情。阿朱说的在理。阿朱，眼下战事吃紧，我今日便要亲征。亲征？我曾听人说过，君王亲征和将军出征是不一样的。你一定要去吗？行军之道，一在战术，二在心术。这一仗，不止与人战，更是与神战。我必须得去，且必须得赢。这一仗，不止与人战，更是与神战。我必须得去，且必须得赢。为什么心绪不宁？是担心，还是不舍？阿朱想知道，究竟什么事情？情是欲念还是动力？只要我心里一直想着他，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阿朱都要永远陪着张明。张明，你马上就要出征了，不要把灵力浪费在我身上。你早已惊累，身体必受损耗。羽翼的凝神汤药未必有用，虚度你灵力方稳妥。谁说御医的药没有用？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况且我也没有被雷劈到，国师帮我挡下了。都说坏人才遭天打雷劈呢，我现在好得很。可这道惊雷来得蹊跷，我已派人去排查玲珑殿的引雷之物。阿朱，日后若天色有异，你便减少出门。我出征的这段时间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若不放心，那就让我跟你一起去。阿朱，有时并非党羽身前，或并肩同行才算收获。你搁至前线作战的动力，是来自后方亲友。只要身后的亲友安然无恙，战士便能全心投入，与身前的敌人对抗到底。看似是战士保护了亲友，但其实也是亲友守护着战士。我希望你能留在宫中，好好守护我。我守护你。那你这一去，要多久才能回来？在你吃完这煲汤之前，
我一定会平安回来。我让阿言留于宫中，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。张明，从明日开始，我要学习剑术。学剑术？我不想做一个被一道雷一下就晕倒的阿朱，我也不想做一个什么事情都要找阿言帮忙的阿朱。既然决定要守护你，就要有守护你的力量。你相比刚醒来的时候，不太一样了。人会长大，珠子虽然不会长大，但也会明白很多道理。张明，你的后方定会安然无虞。只有不死，才能相伴。阿朱，活着。那些是我的记忆。一定是受了这乾坤珠的影响，才会梦到那些可怕的事情。天命所示，昭明会遇生死劫，天命之书从未出过错。这乾坤珠，它可以颠倒乾坤，为昭明争取一线生机。这赌局，你不得不入。阿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呀，张明呢？阿朱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……以为我什么？你伤哪里了？战事怎么失利了？为什么还不撤退？我们胜了。胜了？可是宫里收到消息，说战事失利，你受了重伤。那是昨天的战报了。所谓失利，是圣君的祸敌之计。瞒着你，也是想做戏做全套嘛。今晨，圣君率军冲破敌营，大获全胜。那你刚刚为什么一副战败的样子？我只是在苦恼午饭吃什么而已。随军数月，胜了还不得大吃一顿，好好庆祝一下。这事儿你也知道？知道。所以就瞒着我。祸敌之策，这把我吓惨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战报也不全是假的，圣君是真的受伤了。你伤哪里了？伤得重不重？我从宫里带了很多上好的药，你跟我进去，我帮你上药。每一道伤，是不是都很疼？我从小到大，不是跟着父王出征，就是独自领兵。这大大小小的战役也参加了很多，受伤亦是常事，没关系。
觉得苦的时候，就吃一颗糖，有甜包着，就不会显得那么苦了。你吃糖的速度比我想象的慢。我以这包糖与你约定归期，也是希望你心中有盼。没想到，你真在我凯旋之日如约至境。我怕我吃得太快了，你来不及回来，更怕我把糖吃完了，你却回不来。所以，只剩最后一颗的时候，我就不敢吃了。好在，终于等到与你重聚之日。原来盔甲的分量这么重，你知道吗？宫里一直有很多你的传闻，都说你是战无不胜的战神。今日我才知道，原来战神背负的这么沉重。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战神，只不过每次都抱着必死的决。你一定不会死的。一定？一定。怎么伤的？骑马的时候勒的，没事，不疼。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你从来都不会骗人，你的眼睛是骗不了人的。这么深的伤口，怎会不疼？阿楚，这一路辛苦你了。答应我，一定要好好的。我乃陈星山戒律堂长老，尔等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私方罪人的弟子，还敢来我凌霄师兄这儿先告我一状？师父，昨夜是我要放走燕回，过错我担，责罚我愿忍。可凌妃，身为我陈星山戒律堂长老，却因与燕回有过往纠葛，私自开启允星台杀阵，一权谋私，残害同门。如今，燕回坠入黑河，不幸罹难，皆因凌妃自私之举，还请师父为燕回主持公道。燕回是我陈星山的罪人，而且他可是被妖龙带走的。他修习妖龙功法与青丘为伍，本就罪无可赦，他也配公道？师兄，你那孽徒私通妖族，乃玄门叛徒，早就不是我同门。
我杀他，那是天经地义，他就该死。跪下！师兄，你当真要为了那个孽徒怪罪我啊？灵妃，你竟毫无悔意吗？杀他，是我今生至今做的最痛快的一件事情。我为什么要后悔？你碎了我的陈星山玉环。我以陈星山掌门下令，即日起剥夺灵妃戒律长老的身份，杖责50，永生囚禁锁妖塔。谁敢？我是素影真人的妹妹，是陈星山和广寒门友好的象征。燕回跟妖龙苟且是全天下都知道的事情。你竟然为了这样一个罪人惩罚我，你就不怕跟广寒门交恶吗？凌霄，你竟然为了燕辉羞辱我！你偏心！你为什么总是偏心燕辉？为什么？燕辉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死了还要碍事？打！凌霄，你对我不仁，就怪我对你不义。今日辱我之人，都得死！灭了黑气。我的尸骸！你毁了我的尸骸，我再无修行可能。你以为邪修当诛？凌霄真人，你竟敢对素娥动此杀招！他已坠入邪道，可他如今识海一回，我带他回广寒门去，自行看管。你若徇私庇护坠入邪道之人，便是违背了宗师的誓言和名声。论徇私，怎么敢跟凌霄真人比？素娥，跟阿姐回去。师父，就这样任由他们离开吗？从今往后，陈星山与广寒门再无仙盟。
玄门宗师又如何？还不只是我手里的一枚棋子。如今妖龙已死，护心林也沉入黑河底，还有什么能阻拦我？只待我破除手可摘星辰那岌岌可危的封印，这世间便皆在我手。师傅，您要教我写字啊？师傅，这是什么字啊？这就是你的名字，燕回。我。师傅，我是不是笨啊？怎么都不会御剑？多加练习就可以了。师傅，你吃。我明明就比他们练的还多，他们还嘲笑我，说我给您丢脸了。就因为异性，异性又如何？你没有给我丢脸。燕回，你从未让为师失望过。即日起，你便不再是陈星山弟子。我遵从10年前的师命，逐你下山。而今又从师命，随你心口护心林。或许你会因此平安顺遂，是为师错。10年师徒之情，已经如此，叫我赶尽杀绝。好。燕回，燕回。我欲护天下，也想护你一命，但终究是我亏欠了你。凌霄，道心难稳啊！手可摘星辰。凌霄，多谢你完成了为师的嘱托。你是福音？这次，你倒是认出我了。这次，在我的识海当中，我们不是已经见过一次了吗？我会为你开辟一条离开的道路，你踏上此路，离开这里，务必要做一件事：毁掉护心林，毁掉它，世间将再无福音助力。那时候，是你。是啊，爱徒。
我想毁掉这护心林，已经很多年了。若不是你，我怎能兵不血刃，除此劲敌？从今往后，世上将再无人能制衡于我。你是不是很好奇秦广是怎么死的？10年前，你将燕回带回陈兴山，秦广为他施下护心林封印。师父，你封印了他的护心灵之力。秦广为他施下护心林封印之后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这10年间，我将其慢慢蚕食，他早就只剩下一副躯壳了。素影结界还能挡我，但是世上再无玲珑。你，素影，谁都别想走。师父怎么还不下来？莫非出了什么事儿？哎，师父，手可摘星辰如何？师父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错了？什么错了，师父？是我害了他。害了他？哎，师父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真的死了。最近咱们门中啊，总有人莫名其妙就不见了。哎，你说是不是跟咱们门主突然苏醒有关啊？嘘，别乱说。门主醒来对我们广寒门来说是1顶1的好事儿，你管他有什么法子醒过来的？门主，您找我们何事？门中有弟子失踪，为什么没有报到我这里来？说话！门主沉睡，门中大小琐事尽数报给云梦仙姑，有时也会呈给素娥姑娘。近来云梦仙姑不知所踪，门内弟子不敢打扰门主修行，便将大小琐事报给了跟随门主归来的素娥姑娘。所以，知道了。下去。是。已经献祭了这么多人，为何我的脸还没好？一定是因为我的脸被毁了，师兄才会对我如此狠心，将我逐出山门。素娥姑娘，恢复功法我可以助你，恢复容貌自然也不在话下。我已经向你献祭了那么多无关紧要的生命了，你还要什么？更多的生灵。等我获得了力量，我便可以彻底冲破手可摘星辰。那时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能给。好，反正玄门该死的妖怪多的是。好。
就一切都好了。阿姐，阿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体内的黑气是怎么回事？黑气？黑气怎么了？你也要像师兄那样责备我吗？你是来惩罚我的，是吗？当然不是。若是没有那黑气，我还不一定能杀死燕回。阿姐，别人责备我都可以，可是你为什么要责备我呀，阿姐？我可是救了你啊，阿姐！我不是责备你，素娥，那黑气终究是妖邪之道。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，阿姐都会帮助你。我们一起把你体内的黑气逼出来。只是你要切记，以后千万不能再被黑气之主给蛊惑，他会害了你。好的，阿姐，我听你的。有阿姐在，会没事的。人心中的神魂，往往都毁在最亲密的人手中，就像是燕回的师父一样。还想为你那死去的小情人报仇啊？放弃吧，你们的故事到此结束了。今于黑河，同是无有。河水汤汤，千里不绝。唯愿无有，去世安详。长河浮岛，曲桥横生，五心朝天，坐于湖底，静心欲绝，悟其意博，思其理当，只感空无所空，空所悟空。随也入脑，脑转则目眩，方见两物。
思其理当，只感空无所空，空所悟空，转眼入脑，脑转则目眩，方见了悟。天生异象，天生异象啊！那都是些什么？黑河有意。有股力量在召唤黑气，难道他没有死于黑河之地，而是在下面练成了幽冥符？宴会。向了。哎，是什么？干什么呀？那边，看那边。 如此撼天动地的妖气是如何横空出世的？这么骇人的气息，这是妖吗？对呀，他们不进阵去了。
险，我来救你了，天耀。姐。 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。发染尽离丝，掀起亮晶。天耀，天耀，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。天耀，心不再有若烟会消失。你不要，天耀，画着你的剪影。 一遍又一遍，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。黄昏醉了相思，风拂过一声叹息，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天耀。 到放弃的时候，天耀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回来的。有人强行破了龙金阵，救走了妖龙。这么迫切想救他的，唯有燕回。燕回在你我眼前跳入了黑河，不可能是他。不管此人是谁，反正皆与黑气相关，都是我玄门之敌。凌霄真人，我只希望你在对抗此人的时候，也能像你。 惩罚素娥的时候一样，雷厉风行。凤千硕和贤哥去黑河那边找燕回，不会出了什么事吧？哎呀，他们俩门道多的是，放心好了。我们先把此事告诉阿爹，他说不定。 那是，哎，快去看看！大国主，我在斩天阵救出天耀，幻命咒早已触发，天耀已然没了气息。在我万念俱灰时，他化身成了这颗龙蛋。国主，您博古通今，晓遍天下，您帮我看看，天耀是否还活着？ 还有一丝微弱的生机，应该是他最后的一缕龙石所化成的。那他可还有救？天耀乃是千年玲珑，就算身心俱灭，龙石消散也需要7天的时间。你若是在这7天里面，能将他散落的龙石聚齐的话，那他可能还有一线的生机。我坠入黑河已有几天？ 已有3天，3天，只剩下4天了。我要如何寻得天耀龙石？你的幻命咒是在哪里触发的？晨曦山陨星台。就在那里。
多谢大国主。阿爹，刚刚那是宴会。我就知道，果然是他。不过，他怎么来去如此匆忙？救人心切。大师兄，师父自昨日黑气涌动，追随而去后可回来了。师父身体呢？可好些了？自从那日宴会，师父从黑河回来后，恰似一夜苍老。昨日去了守可斋星辰，然后又去了三重山，身体似乎越发的不好了。听说宴会那日是在师父眼前跳入黑河自强。大师兄，你也几日没合眼了，不如早些回去休息。我还要替师父守着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婶，大婶，宴会师姐回来了。宴会？他在哪儿？此时正往陨星台去。陨星台，走。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这副模样像是入邪了呀！这可怎么是好？他怎么又来了？先拦住他！让开！我不想动手。宴会，你们干什么？将佩剑都给我收起来！师妹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已不是陈星山之人，仙长莫要喊错了。宴会，我此行为了取走散落在此的龙石，待我完事，我不会再踏入陈星山半步。雨聚云狂，龙驰气恨，以我之魂，请四方龙石聚。还真练成了黑气。变亮了些，像是天要手心的温度。此法有用。师傅来了！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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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宴会他。练了黑气，昨日山河咒便毁了斩天阵，当真是你！宴会，住手！宴会，你怎敢对师傅出手？师傅，他不配。我修炼黑气是为了救人，而他一身正气，却是害死天耀的帮凶。若不是你，我怎能兵不血刃，除此劲敌？从今往后，世上将再无人能制衡于我。双华术。
宴会，宴会，